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这一次我们来上手评测一下，8000块钱却搭载了台式机12代 i5 处理器加英伟达 GeForce RTX 3070笔记本电脑显卡的游戏本电脑神州战神 ZX9 DA5 DP。把这台机器搞回来玩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它居然搭载的是台式机的 CPU， 之前我还真的没有玩过这样的笔记本。另外一个就是618期间，它在8000元左右的售价搭载了 RTX 3070笔记本显卡，而别的品牌的游戏本这个价位通常都是 i7-1270H 加 RTX 3060。理论上12400的多线程性能应该是低于12700H 的，但同时它的显卡又比通常的高了2个级别可以算是低 U 高显的搭配，就让人很感兴趣。和常规同价位游戏本比起来，实际使用起来的表现如何特别是游戏本的重点，游戏性能可以强多少？12400能不能带动 RTX 3070？顺带提，这也是我第一次玩神州的笔记本电脑，还是比较期待的。那么首先还是从外观模具看起，查了一下战神 ZX9 用的是经典的蓝天 AH5X 模具，整体还是偏向于传统的游戏本，比较厚重，接口齐全，配置较高，主打性价比。另外毕竟能塞台式机的 CPU 厚点也是合理的。A 面设计这回比较的简洁，我手上这一台甚至连 logo 都没有放，只有左右两边的装饰图形，其中蓝色的部分会跟随屏幕一起点亮，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B 面屏幕是3边窄边框，带摄像头，下巴有一点高算上转轴的凸起，差不多有3指高度了。不过我个人对宽下巴没有什么意见，屏幕高一点，低头的幅度还不用这么大。然后神州 ZX9 的这块屏幕素质还挺不错的，15.6寸 2K 分辨率，165赫兹，是群创的面板，实测最大亮度300尼特，色域容积能到100%， DCI-P3 校准后 sRGB 的摄准还挺好的，最大2.1只到 1.6， 平均更是不到1。通过示波器测量黑白闪烁，上升和下降时间都只有几毫秒，玩 FPS 游戏完全没有问题，肉眼看上去可视角度也还可以。C 面键盘是单色一体的背光，不过可以调颜色，475它也算是 RGB 了键盘的键程比较长，键帽有点松，不过回弹的手感不错，整体我个人觉得可以接受，并且作为一台 15.6寸屏幕的笔记本，它还是带小键盘的，方向键也是全尺寸。触摸板还是传统的左右键单独放出来的款式，不过本身面积不算小，顺滑程度和准确度也不错。这台笔记本的接口非常的齐全，光显示输出接口就有3个，甚至还有 TF 卡和网线接口，就连音频的输入输出都分开了机身宽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从机子的底部散热孔中间就已经能看到粗壮的热管和2个风扇的进风口了，侧面则设计了3个出风口，看起来散热效能非常有保障。称了一下机身重量差不多是 2.75 公斤，充电器也有800克，贴电费的话会比较锻炼身体，10元档放在宿舍里面当超级便携台式机来使用还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看一下内部的主要配置， CPU 是 i5-12400 6核12线程，全是大核没有小核，同时自带有核线。搭配的是2条 8G DDR4 32内存，合计 16G 容量 ，JEDEC 标准时序。从 CPU 在上面看，内存控制器跑在了 Gear One 上。显卡是 RTX 3070笔记本电脑版 8GB 显存，不过蓝田这模具祖传的没有显卡直连，内置屏幕玩游戏要经过核显转发，所以等一下也会来测试一下内置屏幕和显卡直连的外接屏幕的游戏帧数差距有多少。还有跑测试时，我们会在神州的控制中心里面将运作模式开到性能，并且风扇调到满速。作为对比，我们也找来了一台典型的 12700H 加 RTX 3060的游戏本。这台机子的3060是140瓦功耗，支持显卡直连的版本。跑的时候，机器也会开到最高的性能模式总之可以认为是这个配置的游戏本的理想状态了还有这里测试的2台都是笔记本，显卡都是笔记本版本的，后面就不重复强调了，念这么多字还挺累的。另外它配的是最新的 DDR5 4800的内存，和战神 ZX9 上的第4对比的话，带宽高了很多，同时延迟也有不小的增加。那么就先来看一下理论性能测试 ，CPU 的部分和预期的差不多，在 R20 和 R23 中，虽然神州上这一颗12400性能发挥已经和台式机上的差不多了，但因为睿频和核心数的原因，单线程得分比 12700H 弱点，多线程则是 12700H 大幅领先另外12400的性能和上一代笔记本 i7 处理器 1180H 其实是相近的。单次 R23 测试 ZX9 上的 i5 功耗可以去到90瓦，这个功耗其实比 12700H 是要低的， 12700H 最大能到110瓦。连续10次 R23 测试 ZX9 的多核跑分只低了 6% 左右，性能释放还是比较稳定的。V-Ray 5和 W Prime 中同样是 12700H 赢得比较多。3D Mark 的 CPU 跑分即使是在低线程数下 12700H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应该是因为 12700H 的短时睿频比较高。
而当显卡加入战场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我们测试了 3D Mark 的几个项目 ，D-11、D-12和光追的项目都跑了 ，RTX 3070对比 RTX 3060的提升在20%几到30%，显卡对游戏的影响理论上比 CPU 那边要高不少。V-Ray 5改用显卡进行渲染时 ，RTX 3070的得分同样高了一截。所以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12400这一颗 CPU 在实际的游戏中能不能带动 RTX 3070对比 RTX 3060能产生多大的优势？这里我们测了超过10款比较热门的游戏，电竞游戏和单机大作都有。首先来看一看电竞游戏，这些游戏一般主要看 CPU 单核性能，同时最大帧数通常比较高，而核显转发有帧率上限，所以战神 ZX9 多少是有一点吃亏的。第一个游戏是 CSGO 2K 最高预设，跑 2K 是因为这一次测试的2台笔记本都是 2K 的屏幕。虽然前面说了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但实际上 ZX9 使用自带屏幕玩游戏时也能到300帧以上，和旁边 1270H 加显卡直连的游戏本比，只低了8%不到的帧数。如果外接屏幕的话 ，ZX9 实际上能到400帧以上，比隔壁还强不少。第二款游戏是吃鸡常用的 1080P 3级制 ，ZX9 使用内置屏幕时性能也会有一点损失，不过平均也在200帧以上。外接屏幕时 ，ZX9 上的12400加 DDR4 的游戏表现就和 12700H 加 DDR5 基本相当了。过来是 Dota 2 2K 分辨率最高特效 ，ZX9 在使用内屏时，很多时候的帧数就已经比对比机高了几帧，使用外接屏幕时还要好上一些。在电竞游戏中，似乎 ZX9 优势不大，但是在主吃显卡的单机大作里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全战三国 2K 极高画质 ，ZX9 上的 RTX 3070能接近60帧，比 RTX 3060强了28%同时因为远没有达到核显的转发速度上限 ，ZX9 内外屏帧数基本上一致。大表哥2 2K 分辨率 D-12模式最高预设 ，RTX 3070还是比 RTX 3060强了超过20%，稍微再调低一点画质就能满足60帧的游戏需求了。ZX9 外接屏幕时额外高了1帧。跑分软件赛博朋克2077 2K 超级画质加高纹理，如果不开启光追和 DLSS 的话 ，RTX 3070大概赢了20%几；开了光追不开 DLSS 的话 ，RTX 3070是 RTX 3060的2倍帧数。当然20帧对10帧那都是不能玩的。开了平衡模式的 DLSS AI 放大之后，两边的帧数就恢复到接近开光追前的水平了。DLSS 确实是个好东西。接下来是古墓11 2K 最高预设 ，ZX9 这边的帧数同样高了超过20%。开启光追和关闭 DLSS 之后 ，ZX9 刚好能达到60帧的要求，而 RTX 3060则还要差一些。另外，单机之中，这里是第一次看到 ZX9 在外接屏幕时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开了光追加 DLSS 之后，外接屏幕约高了4%这样。地平线5 2K 超高预设 ，ZX9 上的 RTX 3070即使是在非直连模式下，还是赢了超过25%，外接屏幕还能再高几帧。远酷6 2K 分辨率极高预设，开启 DXR 反光加阴影 ，ZX9 能到70帧以上，而 RTX 3060则还差几帧才能稳60。刺客信条英灵殿 2K 预设很高，同时把有随机性的体积云改到中，在 Benchmark 中神州 ZX9 的优势甚至达到了30%。最后一款游戏是看门狗军团 2K 高预设，这款游戏里面 ZX9 的优势没有这么大，使用内置屏幕只高了10%几，外接屏幕则恢复到接近20%的优势。同样是育碧的游戏，特性也是有差别的。这款游戏也是测试的3A 大作中内外屏表现差距最大的。总的来说，吃 CPU 的电竞游戏12400并没有拖后腿，没有显卡直连这里会有一些影响，但不算大。而吃显卡的单机游戏中 ，RTX 3070的优势则是相当之大。主要的性能测完，接下来我们考一下机，看看ZX9 的散热表现。第一个项目是艾达64 FPU 加甜甜圈，测试时我们发现 CPU 加显卡合计可以去到的总功耗是180瓦，根据你任务的类型会自动进行分配。考机时，当鼠标点到艾达64的窗口上面，则 CPU 的功耗会多一点，能上到差不多70瓦，显卡降到110瓦左右。到了10分钟之后，因为 FPU 的发热量比较大 ，CPU 有一点压不住，会降到65瓦以下，少了的这些功耗也会自动转移到显卡这边。20多分钟后 ，CPU 温度在90出头，显卡则只有80度。然后考机时将鼠标点到甜甜圈上面的话，显卡则全程保持130瓦 ，CPU 就只有50瓦少一点点。同样20多分钟后，显卡温度80多 ，CPU 温度则连80度都不到。后面这种情形就比较接近游戏时的情况了。两种设置中，因为我们都把笔记本的风扇开到了全速，所以噪音都是55分贝左右，游戏本中比较常见的水平吧。
热成像 WASD 和手托位置都只有36、37度，还是非常凉快的。只有右上角电源键位置能上到48度不过一般玩游戏时摸不到那里。背面55度那里则是透过散热孔测到了散热器热管的温度。我们还用古墓11进行了一下实际的游戏测试，20多分钟下来，显卡一直保持在130瓦，100%满负载，温度80度左右。CPU 这边因为占用不高，温度只有60多，频率基本也能保持在4G 赫兹。最后就是将笔记本拆开来看一下了。一开始我还准备了比较多的拆解装备，结果发现打开这台机器非常的简单，拧下2颗螺丝就可以拿出电池，再拧开4周的螺丝，将底盖往上一推就可以轻松的打开。我开始还撬了2下，然后发现根本没必要。电池的容量为62瓦时，说起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可以方便更换的笔记本电池了。实测 PC Mark 时，现在办公时间为3小时多，毕竟游戏本加台式机处理器，硬一下急咯。内存来自美光，散热性能那些前面已经有了，主 SSD 没有详细标签，是 PCIe 3.0/4的，实测性能也是 3.0 固态中较高的水平。旁边还有预留一个 4.0 的空槽位，可以比较方便的加装，就是要和网卡叠叠乐，双面颗粒的 SSD 可能装不上，还要注意散热。无线网卡的型号是 HR201，支持 WiFi 6。笔记本的右下角还预留了一个 2.5 寸的硬盘位，这个扩展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够意思了。笔记本厚一点也是有相应的好处的。在笔记本的中间能看到 LGA 1700的 CPU 插槽，等过2年12代 CPU 价格降下来了，可以考虑自己上一个12700，带 K 的 CPU 必要性就不大了，感觉不太压得住。散热器是显卡散热管加 CPU 双热管，显卡那一边130瓦完全没有问题 ，CPU 这边稍微差了一点点，能满足游戏时的需求，但是重度 CPU 用途的话，多一根热管可能会更好。总的来说，神州 ZX9 这台笔记本值不值得购买，主要还是看你的电脑是用来干嘛的。如果平时跑的软件主要吃 CPU 那么就还是1270H 的笔记本更合适一点，多核性能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而对于电脑主要就是买来玩游戏，或者是要运行一些主要吃显卡的软件的用户，神州 ZX9 这个搭配是可行的通过适当降低一点 CPU， 在相同的预算上 ，ZX9 给配上了相当不错的显卡，游戏性能的提升还是非常显著的。而如果现在坚持要i7处理器，1270H 加 RTX 3070的本子通常都要上万元了。对于游戏玩家来说，预算优先分配给显卡，目前看下来确实是更优的选择。特别是 ZX9 还预留了充足的扩展性，对于资金不足又愿意自己简单动一下手的学生党来说，确实是非常值得考虑的机型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传这么火了。好，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评论支持一下。请观众在这边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宇王，下期再见，拜拜。